前面我们已经拉取了代码，然后配置了必要的环境变量，并且将模板部署到 Vercel 上面。效果的话，跟 demo 点 makesauce.com 基本上是一样的。现在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对这个网站进行定制。既然是要对网站模板进行定制的话，肯定要涉及到对代码的修改，所以有必要先了解一下模板的目录结构。它是一个典型的 Next.js 的 App Router 的一个架构，然后模块是非常清晰的，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这个模板的话可扩展性和可维护性。里面的目录和文件是比较多的，这里边我结合源码简单介绍一下。首先项目的根目录下的话有 content 目录，这里面的话会定义一些大部分都是一些 MDX 的文件，然后比如说博客的文章的话，中英文的都是定义在这里，然后还有文档里面的所有的文档也都是定义在这个目录下，包括像博客的作者、博客的分类的这些信息，以及一些像隐私政策、服务条款这些页面，它基本上就是一个一个 MDX 的文件就可以搞定的。这个都是放在 content 的目录下，也就是内容的这个目录。第二个目录是这个 message 的目录，因为模板默认是支持多语言的，默认是支持中文和英文，然后这两个文件的话定义的就是所有的中英文的字符串。然后是 public 的目录，这里面存放的是网站所有的一些图片的一些资源，包括像 logo 啊、favicon icon 啊，然后比如说OG 图片啊，都是在这里面。然后是一个scripts 目录，就是脚本目录，这里面我将来会陆陆续续写一些跟这个 makesauce 模板相关的一些脚本，这些脚本可能会在某些情况下有一定的作用，比如说这个脚本就是说导出网站当中所有用户的 email 的那个列表，然后这个是 source 目录，首先是 actions 目录，定义了所有的 server action， 也就是后台的一些接口。然后这个是 AI 的目录，下面有一个 AI 生图和 AI 生文的两个 demo， 模板自带的两个 demo 里面相关的一些逻辑和组件。如果你的网站跟那个不需要有这两个 demo 的话，可以直接把这两个目录给删除掉。然后 Analytics 的目录的话，定义了所有的统计分析的一些组件，包括比如说我们支持谷歌分析，然后支持 Plausible 的统计分析这样子。然后是 APP 的目录 ，APP 的目录就是 Next.js 的一个关键目录，然后里面会有后台的一些接口 API 目录，以及所有的前端的一些页面。以及说像自动生成 sitemap 的一个 TS 的文件，然后是 access 目录，目前主要是存放那个跟字体相关的一些资源，然后是 components 目录，这里面定义了所有的一些组件，包括像 Shed CNUI 的一些组件 Animate UI 的组件，以及各个功能模块的一些业务相关的模块的一些组件，然后是 config 目录，这里面定义了整个网站的一些核心的一些配置的入口。Credits 目录的话是跟积分功能有关的，然后 DB 目录的话是跟数据库有关的。Hooks 是定义了一些 React Hooks。IE18N 的话是定义了跟国际化相关的一些目录。Nginx 的定义的是后台任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目录、一些文件。然后 Lips 目录的话定义的是一些网站的一些工具类。Mail 目录的话定义的是邮件这个模块。Newsletter 定义的是邮件订阅这个模块。Notification 目录的话定义的是通知，比如说 Discord 这个通知。Payment 定义的是支付，目前主要是 Stripe 支付。然后 Styles 是定义的一些 CSS 样式。Types 是定义的是整个网站的一些声明的一些类型。
然后 middleware 是定义的这个路由的文件 ，routes 定义的是整个网站的一些关键的一些路径。我们来看一下网站的核心配置。在源码的目录下 ，source 目录下有一个 config 的文件夹，里面定义了很多的配置文件，比如说 website config 以及 navbar config 等等。这个里面其实分为2大类，第一个呢就是 website config 和其他的所有的 config 文件，它们的区别是 website config 只定义了网站的核心设置，它是跟特定语言无关的，就是没有多语言的信息是定义在它里面的，所以这样的话它既可以在客户端组件使用，又可以在服务器端的组件使用。而其他的一些 navbar config 和 footbar config 分别定义的是导航栏或者是网页的底部的那个页脚的内容的菜单，那个东西是跟多语言有关的，所以它呢就只能在客户端组件当中使用。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做个演示，就是比如说核心的这个 website config。website config 可以控制基本上整个网站的所有的关键模块的一些能力，比如说统计分析，或者是身份认证，或者是国际化，或者是邮件订阅或者存储啊、支付啊，所有的配置都是在它这里进行配置的。我们来做一个演示，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更改一下身份认证的这个模块。前面我们在那个本地上已经跑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只配置了 Google 登录和邮箱密码注册登录，并没有配置 GitHub 登录，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想要把这个东西给隐藏，这个可以怎么做？它这里有3个配置的字段，其中有一个是 Enable Google Login， 我们把它设置为 False 的话，就可以移除掉 GitHub 登录了。我们找到 auth， 找到 GitHub Login， 把它设置为 False。OK， 然后刷新一下。OK， 这里就去掉了 Google Login 的这个配置项了。然后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是支持了明亮模式和暗黑模式的。假设我并不想支持这么多，我就想支持暗黑模式，也可以配置。在 mode 里面，假设我不支持，我默认就是 dark 的，然后呢，同时又不支持切换。OK， 那个切换按钮就去掉了，这样的话网站就只有暗黑模式了。这个就是网站的核心配置文件的使用。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定制网站的名称和描述等这些 SEO 的元数据。这个修改是比较简单的，你只要找到那个对应的多语言的那个文件，然后进行修改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想把它改成 Nexus Video， 然后这里也随便修改一下，然后这边就随便让 Circle 的自动提示的修改就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里就变成了 Nexus Video。然后我们可以使用 AITDK 的插件来看一下 ，title 也变了，那个 description 也变了，对吧？如果我们切换一下语言，对吧？看一下效果 ，OK， 符合预期的。一定要注意，这里是支持多语言的，所以如果你要改网站的名称啊、标题啊、描述啊等等这些信息的话，一定要最好把多个语言的文件都给更新一下。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定制网站的导航、页脚和侧边栏的菜单。首先看一下导航菜单，在页面顶部的那些菜单都是可以在 navbar config 文件当中进行配置的，它是支持嵌套的，比如说这个 pages 里面是很多子菜单，然后每个菜单都可以有一个
标题有一个链接，同时链接可以指定它是内部链接还是外部链接，以及如果这个菜单的话下面有子菜单的话，可以定义一个 items。 OK，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模板默认的菜单有这一些，然后假设你的网站是不需要有这些页面，也没有文档，那可以把这两个都去掉，然后同时你想把这个 about 给突出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如何配置。首先找到 navbar config 这个文件，先 AI 的这两个导航菜单我们是不需要的，以及这个 about 我们可以先复制出来，然后这下面的这些 pages 也是不需要的，可以把它先给注释掉，然后 docs 也不需要，博客保留，然后 about 可以留着。 OK，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4个菜单，对吧？看一下如何定义页脚菜单，就是页面底部的菜单。这个菜单跟页面顶部的导航菜单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有一个标题，标题下面有很多的子菜单，然后里面的字段也都是一样的。我们来做个例子，我们找到 footer 点 config， 我们把这个 about 下面的2个菜单给删除掉，把文章把博客的下面的几个菜单也给删除掉，然后看一下效果。OK， 这里就删掉了。现在看一下如何定制侧边栏菜单。侧边栏菜单指的是用户如果登录了之后的话，在这个后台的这个界面的左边的侧边栏可以看到的这些菜单的项。这个它的定制的话跟其他的导航菜单基本上也是类似的，也是定义一个名称，然后 icon 图标以及链接地址以及是否是外部的那个链接。同时还有一个字段是 authorize only， 就是指开放给什么角色的用户，比如说这个呢是只有管理员用户才有权限看到这个菜单，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给某个用户分配一个角色。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的话我们已经有两个账号，我们可以给其中一个账号分配一个角色，这个角色是 admin， 也就是管理员。这个的修改的话，目前只能在那个数据库的后台的话，直接找到这个用户去修改这个 role 的这个字段。OK， 修改完成之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退出登录，重新登录。OK， 重新登录之后，发现它多了一个菜单叫 users， 就是说重新登录之后识别到它是一个管理员，那么管理员就有一个用户管理的一个权限，一个功能，所以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当然侧边栏还可以修改，假设比如说你没有这个邮件订阅的这个功能，然后你也可以把这个菜单给去掉。OK， 这个菜单就已经没了，消失了。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头像的这个菜单。这个菜单指的是用户的前台页面的这个头像点击之后看到的菜单项。这里也有一个注意的是，如果积分制开启的话，这里还会多一条，就是显示它的积分余额。这个定义是在这个 avatar 这个 config 里面。假设说
你不想显示这个 dashboard 的这个菜单，那可以把它删掉，那么就只有这个账单和设置两个菜单项。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社交媒体的链接，这个指的是网站的底部，这里有很多一系列的一个社媒的一个链接按钮，这里面的配置的话是在 social config 这个文件里面，它定义了很多的社媒，不同的社媒以及它对应的那个组件。如果你定义了某一个社媒的一个链接的话，那么就会显示它对应的图标，然后就可以点击跳转到社媒的页面。假设比如说你的网站是没有 YouTube 的话，那就可以把 YouTube 去掉，刚刚那个 YouTube 的 icon 就去掉了。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网站的一些图片，包括 logo、favorite icon 和 open graph 这些图片。首先是 logo，Makesart 模板的话是支持配置明亮和暗黑两种模式的 logo， 就是说你只要配置就好了，并不需要改什么。为什么有这种设计呢？因为比如说这个是 demo 站点，如果是在暗黑模式下，这个 logo 的背景是绿色底的，如果是在明亮模式下，这个 logo 是黑色底的。如果你在暗黑模式下也是黑色底的话，这个 logo 就不太明显，所以有时候有些客户的要求在暗黑模式下需要配置另外一个 logo， 所以就有了这样一个功能。关于 logo 的话， logo 的制作推荐使用这个 Recast 推出的一个 icon 的生成的一个工具，它呢支持上传你自己的 SVG 或者是 PNG 的这个图片，然后你可以调整一些背景，然后就可以导出各种不同大小的 PNG 的图片。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不要在 logo 上花费太多的时间，只要能够表达出大概的意思，网站的核心的功能的话就差不多就可以了，因为你的网站的核心是解决用户的需求。同时呢，再推荐另外一个网站叫 Things.co， 这个是最近很火的一个网站，就是它用 AI 生成了很多的风格非常统一的一些图片，而且你是可以免费下载这些图片的。比如说看这个熊猫，然后可以把它给下载下来。OK， 然后我们可以上传，然后给它配一个背景，比如说这个绿色，然后就可以把它导出一个 PNG 的图。导出之后，我们可以复制这张图，把项目里面的这个 logo 给替换一下。首先我们把原来的 logo 的文件给删除掉，然后把这个新增的这张图重命名为 logo， 以及再复制一张生成 logo dark 暗黑模式下的这个 logo 文件。这个配置是在那个 website 的这个 image 下面配置的，一个是明亮模式下，一个暗黑模式下的这个 logo 的图片的文件的名字。OK， 现在都配置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这里要刷新一下，再刷新一下。OK， 现在这个 logo 就变成了一个小熊猫。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制作这个 favorite icon。favorite icon 的话比较简单，它只需要拿那个 PNG 的这张图片，是直接生成所有的那个 favorite icon。它一般会给你一个 zip 包，然后呢，你把这个 zip 包，我们进入到这个目录，这个是网站的那个 public 目录，我们只要把这个 zip 包里面的这些图片全部复制过去，然后覆盖，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现在这个 Fairy Icon 的话，显示的还是原来这个。我们刷新 ，OK， 现在就变了，变成了这个小熊猫。现在我们看一下如何制作 OG 图。OG 图的话，重点是要突出核心的功能。如果里面有配图的话，尽量要保证美观。然后推荐一个工具，这是我之前上线的，基于一个 Image Source 这个 APP 这个开源代码上线的一个 OG 图的一个生成的工具。你可以在这上面生成你自己需要的那个 OG 图，它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那个布局。生成之后你导出就可以了。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 exas.com。就这样吧，保存，然后你就得到一张 OG 图。然后呢，你可以把这张原来的 OG 图给删除掉，然后把新的这张图给放进来。当然，原来那张你也可以不删除。我来介绍一个配置的方式，就是说，这个是 website config 里面对 OG 图的一个配置，它会要求配置一个文件的一个路径。实际上，我们把它的名字给拿过来，放到这里就 OK 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要看它的效果的话，要看也一样，要用 AITTK 的工具去看一下 social。OK， 这个 OG image 的话就切换成我们的这个新的这张图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定制字体。Mixas 模板默认带的字体是叫 No2 的一个字体。关于 No2 的这个字体，可以在谷歌字体的网站上可以看到，它是一个typeface for the Word。我理解应该是一个兼容世界上各种语言文字的一个字体，而且显示效果确实是挺好的，所以我把它作为 Mixas 模板的一个默认字体。首先看一下，当然你是可以修改这个默认字体的。我们看一下如何更改这个默认字体。要更改默认字体的话，你要找到 Source 下面的 APP 目录下有一个 Local 的文件夹，下面有一个 Layout 点 tsx APP Local 下面有一个 Layout tsx， 这里面定义了各种不同的字体的信息。比如说我们要更改一个字体，现在我们想使用最后这个字体作为网站的默认字体，那么就要设置它的 class name， 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OK， 这就变了。刚刚的文字的显示效果不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这个标题这里，现在就已经切换成这个新的字体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如何添加新的字体。添加自定义的字体。字体的话，统一都是在Access 下面有一个 Fonts Index 的文件夹里面去定义的。这里面有你如果读了下那个Next.js 的那个字体的文档的话，你发现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使用本地的字体，一种是使用谷歌的字体。像 Mixas 模板的话，主要使用的是谷歌的字体里面的这几个。然后当然你也可以使用本地的字体。本地的字体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去下载一些字体文件。这里推荐一个网站，就是这个网站。你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下载到一些可能并不是很常见的一些字体的文件。这里有一个 download， 下载完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字体文件，然后你把它放到这个目录下，比如说叫这个名字，然后给它声明一个字体的一个变量就可以了。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如果是谷歌字体的话，就比较好办。你比如说你在刚刚那个谷歌字体的这个网站里面，你去找各种字体，这些字体都是可以用的。然后给它做一个定义，定义完了之后的话，然后在这里面声明这个 variable， 那么你就可以在网站当中使用这个字体了。比如说，我们还要在 global.css 里面去定义这个字体的一个 CSS 的一个变量，这样的话，我们在任何想改成这个字体的一个地方去使用这个 CSS 变量就可以了。当然，首先我们先把那个默认的字体给改回来。我们看一下，先改回来，对吧？这里面的字体就不是这个样子了。现在我想让这个标题，这个网站名称这里使用的是像这个字体，那我们可以找到 navbar。navbar 的话，这个是左上角的这个 logo 后面接的就是这个标题网站的名称。那我可以改一下，使用这个 CSS 的变量，然后让它换成这个字体，看一下效果。OK， 现在这个 K 和这个 S 还有这个 A 就跟之前的不一样了，跟这种的字体就是一样的了。OK， 这就是如何定制字体。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定制主题。Makesauce Mobile 是支持在线就可以切换网站主题。我在模板当中内置了一个主题切换的一个组件，把这个功能开启的话，然后显示这个组件的话，你就可以切换各种不同的主题。这个组件你可以在 Dashboard Header 当中可以找到，默认的话我没有开启它，所以的话你如果要用的话，可以注释掉，然后让它显示出来。然后在这个 Dashboard 里面，你可以看到右上角就多了一个按钮，这个按钮的话就可以切换各种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现在是蓝色，然后你可以切成绿色，切成黄色，都是 OK 的。然后你可以看到前台页面同样发生了这个主题的变化，这就是在线直接切换网站的这个主题的颜色。Makesauce 模板内置了5个主题，你可以在这5个主题之间随意的进行切换，比如说我默认就想换成绿色的，然后刷新一下 ，OK 就变成绿色了。我们进到后台，这个按钮就变成绿色了，仪表盘也变成了绿色的 ，OK。模板默认的主题是 Clean Slate， 这个主题颜色的话是在这里面找到的，叫 chickcn.com， 这是一个 shadcn 的主题的制作工具，这里面有很多非常好的一些主题可以供选择。假设你不喜欢 Makesauce 模板内置的这个 Clean Slate 这个默认主题的话，你可以在这里面找一下有没有其他的主题比较喜欢的，比如说这个 Twitter 的这个主题，如果你比较喜欢这个主题，可以在这个代码这里复制这一行命令，然后执行，它会咨询我们是否要覆盖我们原来的那个 CSS 样式文件，我们选择覆盖，这样的话它就会修改我们的这个 CSS 样式文件的代码，然后替换成新的那个主题。需要注意的是，它这里会替换我们的这个字体，我们可以把这个还原，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替换，就这个字体不替换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网站的那个效果。OK， 现在就变成了这个Twitter 的一个主题，就是按钮的话都是圆角的，然后圆角比较多，然后这个颜色呢，主题颜色是蓝色。我们看一下后台。OK， 这里也变成了蓝色的。看一下 Dashboard， 这里也变成了蓝色的。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功能，就是
TweakCN 它还支持一个 AI 生成主题的一个功能。刚才的话我自己自测了一下，如果我上传这张图片，然后它可以给我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主题，我可以再给大家演示一下。OK， 生成好了，这就是它根据我上传的这张图片生成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也真的非常好看。然后呢，如果你想应用这个主题的话，同样就是点击这个 code， 然后你做一个保存 example 叫 video， 然后它就会给你一行命令，那你可以执行这行命令。同样我们要替换一下这个 CSS 样式文件，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现在变成了这个我们自定义的一个主题的一个颜色，看一下效果还不错。现在我们看一下如何定制多语言。SaaS 模板是支持多语言的，默认自带了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如果你要新增加一种语言的话，就要新增加这个语言对应的那个字符串的那个文件 JSON 文件，同时呢要在这个website config 里面的国际化配置当中去增加一个配置项。我们来试一下，在这边找到国际化，这里假设我们要增加一个 Japan， 增加一个日语，然后呢我们要在对应的多语言文件下面的话，我们复制一个，然后再保存一个。这里它自动识别到可以去生成日语的这几个cursor 自动去翻译成日语。OK， 然后假设我们实际上你要把整个 JSON 文件的所有字符串都要改成日语，这边的话为了演示我就改一下，这里就做个演示，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这里就多了一个日本语OK， 然后这里就显示成了日文，进入到首页。OK， 这里的 title 和这个描述的话就也变成了日语的了。我们现在切回去。OK， 如果你的网站只想支持单一种语言的话，也是 OK 的，只要你配置一个 locale 就可以了。同时的话，如果你只配置了一个 locale 的话，那么那个语言切换的那个按钮就不会显示了。假设你有个网站是只针对中文的，比如说像类似我的海棠诗社，它就只支持中文的，那么我可以把默认的 locale 改成中文，同时呢把其他两语言都给注释掉，只保留一个就好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效果。OK， 现在就变成了中文的了。OK， 这里推荐大家一定要安装一下 IE18N Ali 这个VS Code 的这个插件，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在代码里面直接看到这个字符串的翻译的结果。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的这里显示的效果，我直接可以看到这个字符串原本这个代码呢是显示的是 metadata 点 name， 但是呢我可以直接看到这个翻译的这个结果。同时呢，如果我鼠标悬停在这里的话，因为这个插件它可以帮我直接定位到不同语言的这个文件里面的这个字符串。对，你假设比如说这里的登录，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发现这个登录在英文语境和中文语境下都是对的，但是在日语语境下是错的，所以我们可以快速跳到这里，然后让它进行修改，让 cursor 进行修改就好了。
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我可以演示一下。Japanese。OK。然后我们看一下效果。哦，刚刚已经改成只支持中文。现在我们返回，还是3种语言。OK。支持语言切换，然后我们切一下日本语。要退出。OK， 这里注册登录就已经是日文的了。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在 VS Code 或者 Cos 当中安装这个 IE18N Ali 的这个插件，因为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非常方便的在这个代码当中看到这个翻译的结果。而且多语言文件是模块化的，比如说元数据相关的字符串，公共的一些字符串，价格页面的一些字符串，积分相关的一些字符串等等等等，这样子它是分成了各个模块的。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博客和文档。得益于 FumaDocs 这个开源的项目， Mixas 模板集成了 FumaDocs， 然后开发了一个强大的一个博客系统。这个博客系统呢，又不仅支持多语言，而且支持文章的作者、文章的分类，而且这个文章内容的格式非常的多样化，非常适合去做那个教程或者知识库这样的一个内容。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创建博客内容。如果你有一个新的一个文章的作者的话，可以在 Content Author 下面去新建一个MDX 的文件，然后配置这个作者的名字以及他的头像。我们举个例子，在作者这里我可以新建一个作者，假设我先复制，然后取个名字叫 video。video.zh 就是中文的，然后不带的话就是默认语言的，假设这里改个名叫 video， 然后这里叫视频，这个也叫 video。 这样呢，然后呢这里我得给这个作者放一张他的那个头像。这里的话我可以先简单点用这个新的这个 logo， 我给它改个名，就叫 video。OK， 同样的道理，我可以用类似的方式去生成一个新的一个文章的一个分类，这里我就不弄了。然后文章这里的话，我可以去复制一个文章，假设叫 video.mdx， 然后这个文章的中文这里都随便填，然后把它的作者改成 video， 然后这里也改成 video， 叫视频，这边就 cursor 随便提示什么都行。OK， 现在我们看一下效果如何。我们进到博客的这个页面，现在新增了一篇文章叫 Video Editor， 然后呢，它的头像是这个我们新增的这个文章作者的头像。这是文章的内容。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 Mixas 模板支持了各种丰富的组件，比如像这里的卡片，然后这里的这个提示，以及像这里的 tab， 还有这个代码，以及表格，还有这种可点击可跳转的这个卡片，以及像这种可扩展可缩起的这个组件，甚至像 YouTube 视频的链接的组件也支持了。
以及这个文章的界面，还有一个文章的一个目录。现在看一下文档的功能。文档的功能同样是使用 Fuma Docs 这个开源库去实现的，然后它就非常适合做产品的文档和知识库以及教程这样的类型的网站。它跟博客系统一样，支持了各种丰富的组件。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创建文档的内容。文档的话是放在 Contents 的 Docs 目录下，跟刚才的那个博客的话基本上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的是文档呢是有一个文档的目录结构的，所以如果你新增了一个 MDX 文件的话，你得把这个 MDX 文件得添加到这里才行。具体我就不演示了，跟博客的逻辑是差不多的。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组件、落地页以及其他类型的一些页面。Mixas 模板内置了各种类型的组件，包括 Shared CNUI 的基础组件，还有 Animate UI、Magic UI 以及 TailArc 的一些营销类型的一些组件。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一下 Shared CNUI， 它的组件，我把 Shared CNUI 的所有的基础组件都集成到了 Components UI 的这个目录下面。你可以在这个表格里面看到所有我已经集成的一些组件。比如说像这个 Dashboard 这个界面的话，其实就是 Shared CNUI 的这个 Dashboard， 也是非常好看的。然后是 Magic UI， 它的所有的组件的话都是放在这个 Components Magic UI 这个目录下，这个并没有把它所有的组件都给集成进来，选择了一些大家可能会经常用到的一些组件。它的组件的特点呢就是带动画，而且效果非常的酷炫。这里有一个页面，页面展示了所有的Mixas 模板内置的一些Magic UI 的组件，比如像这一个，你也可以在那个 demo 的那个网站上看到我是怎么使用这些组件的，比如像这个，在 demo 的首页，你看底部有一个这个呼吸灯的一个状态，就是用的这个 Magic UI 的这个组件，以及说这个图片墙在 About 页面。有一个图片墙，用的就是这个 Magic UI 的这个组件。此外呢，我还集成了 Animate UI， 对于一些比如说想要打字机效果的这个文本动画的话，就可以用它的这些组件。它也有很多的一些基础组件，而且在这些基础组件都是带了一些动画的，效果就要比 Shared CNUI 的话要更好一些。最后的一个是 TailArc 的营销组件，我基本上把第一个版本的 TailArc 的所有营销组件全部都集成进来，放在 Components TailArc 的这个目录下面，并且呢分了类别，从Hero 功能集成、内容统计啊各种不同的分类，对这些组件进行了一个整理。你可以在 Mixas 的官网的 Blocks 这个子页面下看到模板内置的所有的 TailArc 的这个营销组件，这里是它的那个分类，比如说这个 Hero 的这个 section， 我们的 demo 的那个网站的话，基本上就是使用的第一个这个 Hero section。然后假设你比较喜欢这一种的文字在左边的，或者是后面还有很多种，或者是有一个背景图的，都是 OK 的。然后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分类，比如说价格，模板的话是内置的默认的是3个价格，对应着类似这种情况。如果你的商品的价格只有2个的话，那你可以就推荐使用这个组件。
如果是只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推荐使用这个组件，这个就很方便了。其他的话我就不再举例了。关于模板内的组件的使用的话，我有2个建议。第一个呢是不要去修改刚刚提到的4种组件库下面对应的目录下面的那个组件。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组件我可能不定时的就要去跟官网的这些组件进行一个同步。如果你是修改了的话，那我也可能有修改，到时候就会导致组件发生冲突。所以万一你要修改它下面的那些组件的话，建议是复制一份那个组件的那个单个的文件，然后放到你自己的目录下面，然后你再去引用你自己的那个组件，而不要去修改这个组件库里面的组件。第2个建议呢是不要直接引用这个 TailUp 目录下的组件。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像 Shard CNUI 的这些组件你是可以直接去引用的，这个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什么按钮啊这些组件可以用，但是 TailUp 目录下面的那些组件呢，它并不完全可以直接使用，因为有些组件它可能会有一些多余的一些元素在上面，而且它上面的组件都是不支持国际化的，所以一般的话你不可能直接拿去用。你用的话也不建议你直接去修改这个原文件，因为就是回到了上面这个，就是你可能导致你将来同步模板的时候导致代码发生冲突。如果你实在要用它的组件的话，最佳的做法呢是复制这个组件，然后放到你自己的一个目录下面，然后呢去引用你那个目录下的那个新的那个组件，而且你可以对那个组件进行一个让它去支持国际化，以适应你的这个网站的这个需要。如果你觉得这些组件都还不够的话，那推荐这个网站21st.dev， 这里面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组件可以直接拿来就用。OK， 下面看一下对页面的一些定制。整体来说 Mixas 模板的话，页面主要分为2种类型的，一种是跟 MDX 有关， MDX 实际上就是扩展的一个 Markdown 的一个语法，然后另外一种就是纯组件的一种页面。什么是基于 MDX 的页面呢？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页面，比如说隐私权限，或者说服务条款，或者说cookie 的这个政策，这些页面的话都比较简单，实际上就是一个文本的内容，这些都是文本的内容都是定义在 MDX 的文件里面的。我们来看一下，在 Content 里面 Pages 里面，这里面定义的就是隐私权限、隐私政策，然后这个是服务条款，这个是 cookie 政策，这样子你只要修改这个文件，那么你对应的这个东西就会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当前的这个 info 可以改一个 Hello World， 刷新一下 OK， 这里就变成了 Hello World， 对吧？你只要改这个文件，这个页面就更新了，这种是属于基于 MDX 的那种页面。除此之外的话 Mixas 模板其他页面基本上都是通过组件来实现的，比如说 About 关于的这个界面，以及联系的界面，或者是等待列表的界面，或者是价格的界面，这些常用的一些界面的话都已经默认就自带了。这里前面我们已经把它给隐藏起来了，我们可以试着改一下。首先我们得先让它给显示出来 navbar config。 假设我们要显示这个 pages， OK， 然后比如它有一个 about 页面，关于的这个页面，关于的这个页面的话，它底部有一个图片墙，假设你不喜欢那个图片墙，你可以把它给去掉，对吧？就变成了这么简洁的一个关于的这个页面。下面看一下如何定制这个落地页，核心就是大积木。
可以从这个 TailArc 的营销组件库当中去选择最适合你的这个模块的一个组件，然后把它们组合起来就行了。我们来看一下流程。因为 TailArc 的这个营销组件的话非常的多，有几十个，而且分类也非常的齐全。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也就是在这些页面当中找到最适合你的一个组件，然后它这边有这个组件的这个路径，比如说你想要使用这个组件，那么你复制这个路径 ，OK， 你就可以找到它的对应的源码。这里是在 TailArc Preview Content 里面的第一个这个组件，你就可以把这个源码复制过去，然后直接拿去用了。推荐的做法是使用一个特定的一个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面保存你所有的落地页的组件，然后呢，落地页的那个页面呢就引用这个文件夹里面的所有的组件，然后你这里面的这个组件呢可以让它进行一个调整，去支持国际化。还是前面说的，一定不要去直接使用那个 TailArc 的那个目录，因为这个目录是有可能会被里面下面的组件可能会修改的，要不然如果你直接引用的话，到时候模板同步更新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首页的显示的效果。最后你的落地页就是通过拼接这些组件就可以了，就像搭积木一样。这里面我给一个提示词，先放到这里，然后推上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比较优秀的那个落地页的设计，对吧？比如说这一个设计，我们可以把直接把这个设计图给到 Cursor， 然后呢跟他说，根据我们提供的这个落地页的页面结构图，让它去分析里面都有哪些模块，每个模块都有什么特点，然后从那个 TailArc 的那个组件当中去各个模块当中去找到那个最符合那个图片要求的那个组件，然后呢我们在那个 Components 目录下去新建一个 Landing 的目录，然后把那个最符合的那个组件呢源码复制过来，定义成一个新的组件，最后呢生成一个新的页面，然后让这个新的页面直接去引用新的组件拼接而成一个落地页，然后给它一个路径是 Gone Landing， 然后我们看一下 Cursor 能给到我们什么样的效果。这个时间估计会比较久，你看它现在已经开始在读取TailArc 这个目录下面的那些组件，去找哪个是比较适合这个比较符合这个图片结构的。好了 Cursor 已经完成了这个功能开发，我们看一下它的修改。它创建了一个在 Landings 目录下创建了一个 page.tsx， 然后在 Components 目录下创建了一个 Landing 的目录，然后生成了很多的一些组件 ，hero 都很多。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效果。OK， 还带了动画，这个是 hero 的部分，有 logo 云，哇，这个 logo 云还带了动画，然后这个是还有价格、评价、FAQ， 还有 CTA， 效果非常不错。这个就是使用Make.Sas 模板，然后加上内置的 TailArc 的营销组件，你只要给它一个落地页的一个结构图，然后它就可以自动的在所有的
营销组件当中查找最合适的那些组件，然后帮你自动生成对应的文件，组件文件，然后再给你生成对应的落地页的界面。